那这里呢，来介绍一下七龙珠里面的角色比克。那比克呢，他先前呢是由比克大魔王所产下的第二代。那因为他第一代是被孙悟空打败之后所产出的一个小比克。那他长大之后呢，他其实魔性还是在的。那因为被地球的神呢所看中他的能力，那它里面呢就划分出2个比克一个比克呢就当做了天神所后来制造的七龙珠那另一个就是这个比克大魔王。那今天呢所要制造的就是这个物件。那其实原设计提供的档案呢看起来它的比例呢头是比较大一点所以我把它称作是一个 Q 版的比克那这边原设计所提供的档案呢解析度呢我看起来是蛮高的所以你把它放大列印的话列印起来基本上品质是蛮不错的。那因为这个物件呢我看起来它底部呢只有脚来做支撑所以呢在摆放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比较容易会倒下来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的运用 SolidWorks 做一个底座。那也因为比克大魔王呢底部呢把它做一个魔的这个字样。那这边呢如果需要档案的话你可以到影片底下那边我都有提供下载的连结。那这边制作的话我这样看起来呢，我在列印之后发现说它的支撑呢全部都是蛮好拆除的，所以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它这个物件呢其实你不用支撑的话其实都可以列印出来的可能在底部的地方会有一些垂料的问题。那基本上我列印完发现是蛮好列印的基本上是没有支撑我觉得还是列印得出来的。那最主要的就是底部呢你需要开边缘或是木筏因为这样呢比较不会说我们在列印在比较高的角度的时候呢这里会有一个杠杆原理这样是容易做倒塌的动作的会产生列印失败所以我会建议开边缘。那成功率呢是蛮高的。好，那列印完之后呢你可能需要做一点打磨的动作因为这里有一些垂料或是你有开支撑有一些地方呢需要去修整一下那其实拆支撑以及打磨呢这2个工作都不会太困难了时间也不会花太久的。那这个物件呢花最久的地方是上色特别是绿色是特别不好涂的要涂得均匀呢需要花非常非常多时间的你可能要涂好几层。那我印象中我的作品呢好像是涂了将近10层以上它才会比较均匀所以这边呢需要花非常久的时间需要一点耐心。那你如果觉得太困难了你可以一天涂一点点就好你可以花多一点的天数把它涂完。那我会建议从绿色开始涂因为它相对的呢是比较好去做第一层的上色因为其他的颜色呢你可能需要把绿色盖过去这样子会比较好上色，所以我会建议从绿色开始涂。那上色的话呢由浅入深这个概念呢就是把它记起来，由浅入深呢这样涂起来呢会比较容易一点。好，那涂完之后呢就完成了那这边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制作的话你可以参考我前面所提供的一些制作过程。好，那这里呢做起来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它不是1比1比例的，那其实还蛮可爱的那这边呢如果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到底下连结，我有提供原设计的档案，也有提供我底座的档案去供下载。那也有提供我制作过程的影片那有兴趣的欢迎都去尝试以及参考。